嗨，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超酷的主题，我们要来骇入我们自己的大脑。没错，我们要用有科学根据的方法来打造一套全新的、超级高效的学习框架。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破解大脑的学习密码吧。你一定有过这种经验吧？就是花了一整个下午埋在书堆里，感觉自己读了超多东西，好像很充实。结果，到了要用的时候，脑袋却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这种感觉真的超 frustrating 的，对吧？这到底是为什么？其实问题就出在我们掉进了一个叫做熟悉感陷阱的东西里面。你看，我们的大脑它天生有点懒，会把那种因为重复看了好几遍而产生的这个我看过了熟悉感，误会成我已经学会了的精通感。但这完全是两回事，感觉好像懂了，实际上那些资讯根本就没有真正存进你的长期记忆里。所以想要学得更好，我们就得先搞懂我们大脑这台超级电脑的使用说明书到底怎么写。学习它真的不是一个意志力的问题，它其实是一套有规则可以遵循的生理过程。这一切的关键都围绕着这个超重要的概念，叫做神经可塑性。你听听看，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学习它不是抽象的，而是物理性的。每一次你学到一个新东西，理解一个新概念，你的大脑里面 literally 是真的有新的神经连接长出来，它在重新布线呢。最棒的是什么？这个能力你一辈子都不会失去。好，接下来这个观念可能会有点颠覆你的想象我们都以为学习应该要很顺利，感觉很轻松才对。但科学告诉我们，那种顺畅感其实只代表你正在复习你已经知道的东西。真正的新学习，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长出新的神经连接，它只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你觉得有点困难、有点卡关，甚至是不断犯错的时候。所以你看，下次当你觉得卡关、觉得好挫折的时候，千万要记得这句话。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它不是失败的信号，正好相反它是一个超级正面的生物标记。它等于是你的神经系统在大喊：注意，这里有新东西，准备升级我们的大脑回路了。你白天花了这么多力气去学习、去挣扎，但真正把这些新的知识存档的动作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答案是在你休息的时候。深度睡眠，还有科学家现在非常重视的非睡眠深层休息，也就是你刻意的让自己进入一种极度放松的状态，这才是把短期记忆转化成长期知识的黄金时刻。所以说，熬夜苦读真的就像是你辛辛苦苦打了一整天的报告，结果最后忘了按储存一样。好的，既然我们了解了大脑的游戏规则，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了。现在我就要打开这个主动学习的工具箱，给你几个超级强大的工具，来帮助你彻底战胜那个熟悉感陷阱。好，第一个也是我认为最强大的一个武器，叫做主动回忆。讲白了，它就是自我测试。你想想看，我们平常读书是把资讯读进来，这是被动的，而主动回忆是强迫你的大脑把资讯从里面叫出来。就是这个提取的动作，它才是真正强化神经连接的关键训练。你可能会想，哇，这听起来很厉害，但到底有多厉害？有研究显示你只要在学习之后做一次简单的主动回忆自我测试，就可以把遗忘率降低差不多50%。没错，就是这么夸张，效果就是这么直接。而且要练习起来超级简单。比方说，你看完一页书，不要急着翻下一页，先把书盖起来，然后问自己，这一页的重点是什么？或者你可以把你的笔记丢给 ChatGPT， 叫他帮你出几题考考你。甚至你试着对着空气，对着你的猫，把刚刚学到的东西解释一遍，效果都远远胜过你再把它读一遍。下一个工具，费曼学习法，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知识的真懂假懂筛选器。它的核心概念很简单，如果你没有办法用超级简单的话解释到让一个小朋友都听得懂，那就代表你自己其实也还没有真正搞懂。它的步骤很清楚，首先选定一个概念，再来想象你要把它交给一个完全不懂的人，然后最关键的一步来了，当你解释到一半突然卡住结巴想不起来的时候，恭喜你找到了自己的知识盲点，这时候再回头去把那个洞补起来，最后用更简单的比喻重新解释一遍。
还有一个技巧就是去利用我们大脑的原厂设定。你想想看，在人类几百万年的演化中，我们的大脑是用来处理图像、空间、故事的，处理文字反而是很后来才有的事。所以我们处理图像资讯的能力是远远强过处理抽象文字的。把复杂的概念变成一张心智图、一个流程图或是一个有趣的画面，记忆效果会好上好几倍。好了，我们手上现在有好几个超强的工具了，对吧？有主动回忆、费曼学习法、图像化。现在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把这些工具全部整合起来，变成一套你可以每天执行的系统化的学习流程。这套协议我们可以把它分成4个阶段，把它想象成是一套完整的训练流程，从最一开始的暖身，到中间高强度的训练，再到训练结束的收操，以及长期的身体保养，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少。好，第一阶段准备，这很简单，目标就是创造一个完全不会分心的环境，手机关静音，关掉所有通知。接着进入第2阶段投入，我们建议用大概90分钟做一个专注学习的区块，因为这最符合我们大脑自然的生理节律。在这个阶段，请你一定要记得我们前面说的，勇敢地去挑战那些让你觉得困难的东西，去犯错。接下来第3阶段巩固，这可以说是成败的关键。当你那90分钟的学习一结束，立刻马上花个3-5分钟做一次主动回忆的自我测试。接着，如果情况允许，做个20分钟的非睡眠深层休息，或是小睡一下。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当天晚上一定要有高品质的睡眠，让你的大脑好好的完成它最重要的存档工作。最后第4阶段维护，这是在提醒我们一件事：学习它不只是发生在书桌前面的心智活动，它更是一种生理活动。你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这些生活方式其实都在为你的大脑提供必要的燃料和知识，这是维持你长期学习能力的基础建设。所以最后让我们用这个问题来思考一下，如果你犯的每一个错误、每一次的卡关、每一次的挫折感，它都不是失败，而是你的大脑正在跟你说，嘿，我正在自我升级哦，那会怎么样？当我们能用这种角度来看待学习，整个过程就不再是痛苦的挣扎，而是一场充满回报、超级好玩的大脑探索之旅。